不管你先前有沒有被診斷出你有心臟方面的疾病啊，包括這個冠狀動脈狹窄，包括你的心肌的病變啊，你都面臨着心臟病缺血性猝死的危險。為了避免心臟病發作引起的猝死，請你一定要記得身邊攜帶着我今天跟你提到的3種藥物當中的1種、2種或3種，這樣子都可以提供你更多的保護哈。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邱醫師想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或你的家人有沒有曾經出現過胸悶、胸痛，或者是心悸方面的警訊？有的人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1，沒有的話請打0。除此之外，邱醫師也想問問大家，你身邊有沒有看起來很健康，卻突然發生心血管疾病的人？你覺得你自己是心肌梗塞的高風險族群嗎？歡迎你們在下方留言區裡面跟邱醫師分享。心肌梗塞是導致猝死的一個首要原因啊。心臟引起的猝死，它有3個要件啊，它就是第一個，心臟本身有病；第二個呢就是內因；第三个就是外因。知名的自然醫學期刊啊，英文叫 Nature，2017年有個芬蘭的醫學研究，它針對2572個確診為缺血性心臟猝死的案例，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寒冷的天氣跟死亡率之間存在關聯啊。第二個，先前沒有被診斷出缺血性心臟病的人呢，比那些已經被確診為缺血性心臟病的人更容易受到寒流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有確診，你知道你有心臟病，可能你會服用藥物或者是有一些防範措施。可是呢，如果你沒有確診過心臟病的時候呢，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心臟有病，這樣的風險是會升高的。第三個呢，有3種藥物呢，單獨使用或者共同使用都可以降低因為缺血性心臟病猝死的這樣的風險。有3種藥物可以預防缺血性猝死，那這3種藥物到底是什麼藥物啊？有沒有必要備在身邊？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這篇論文繼續提到說，如果能夠及時識別心臟缺血的發作並且加以治療，都可以減少猝死。第一種藥物叫做阿司匹林，第2種藥物叫貝塔受體阻斷劑，第3種藥物呢叫消化甘油舌下定。阿司匹林這個大家都知道曾經被診斷過為冠心病、心臟冠狀動脈狹窄堵塞或者是心臟本身有病變的人很多時候都會拿到這個藥物叫做低劑量的阿司匹林。這個低劑量的阿司匹林呢，以往就被證實說它是可以預防這種冠心病的這種死亡風險這篇論文也提到說，阿司匹林可以降低急性心肌梗塞的風險。我們人體血液成分的變化，濃稠度會增加。除了這個以外，凝血因子的濃度也會升高，抗血栓因子濃度會降低。綜合作用之下呢，就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風險。而阿司匹林呢，可以提供保護，預防血栓的形成。第2個就是貝塔受體的阻斷劑貝塔受體阻斷劑呢，通常被用來預防心律不整高血壓或者其他的心臟病。血壓升高呢，就會增加冠狀動脈斑塊剝離的風險。這2種狀況，包括心律不整跟血壓升高呢，貝塔受體阻斷劑都可以提供你的保護。第3個就是消化甘油的舌下定，英文叫做 nitroglycerin， 我們都念成 NTG， 那中文呢又叫奈角寧舌下定對於先前診斷為缺血性心臟病的人，在冠狀動脈硬化跟狹窄的病人當中呢，你的血管擴張能力是變差的如果你又增加了心臟的氧氣的需求呢，就會導致心肌的氧氣供應不足。這樣呢，就會導致心臟病缺血而猝死短效跟長效的消化甘油舌下定呢，都可以緩解痙攣，為患者提供更多時間送醫治療。好，希望今天分享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了，拜拜。我們的頻道已經開放加入會員，歡迎大家來加入頻道的會員。加入的會員呢，邱醫師會優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問題，而且你留的問題呢，也非常有可能優先成為邱醫師下一個節目的主題內容。我會拍影片來回答你所關注的問題。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